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呢咱们接着给大家聊一下为什么美国疫情死了几十万人，美国社会却跟没事一样。那我查了一下昨天的数据，美国昨天感染人数还是11万人，死亡人数2000多人，也就是说疫情还是非常的严重。为什么美国人不害怕呢？大家跟没事儿一样。第一呢，是因为在健康的人群中重症率非常的低，治愈率也比较高。第二个问题就是不戴口罩，现在呢也都戴上了，也就是万一自己感染了也不传给别人，别人呢也传染不了给自己。去年疫情之初甚至前期一段时间，大量的国民确实是不愿意戴口罩，不愿意接受少出门、少聚会等等个人的约束。其实这并不是说美国人勇敢，美国人不怕死，而是因为美国人要坚持他们自己所谓的社会价值、民主、平等、自由等等。而且很多人对这个病毒也是完全一无所知。其实美国疫情的死亡人数其实是有一定的水分的，这个数字据说是有一些虚高，美国人统计的方法和其他国家不同，只要这个人死的时候患有新冠肺炎，他们就会把它都归于疫情，统计了在疫情死亡人数之中。美国人这样的统计标准无疑大大增加了疫情的死亡人数。但是呢，毫无疑问，现在的美国依然是全世界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。但是呢，美国人并没有生活在恐慌里，没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美国的社会也没有因为疫情而停摆，反而美国人都忙得很，用网络流行语说就是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美国人呢都比较一根筋，而且呢又自以为是，一旦他们认为这个东西并不可怕，之后呢不管媒体怎么宣言，政府怎么呼吁，他们都不在意。现在的这个状况呢，就是没有人去关心疫情的确诊人数数据，比起新闻，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看到的身边的人的生活状态。就比方说我身边也有朋友被感染，但是呢他们都不严重，然后就在家隔离，吃了药，然后就都好了。而且时间这么长呢，大家也真的是麻木了。美国现在注册疫苗的人数已经突破了 1.85 亿，全美呢也只不过就是 3.3 亿人口，所以呢许多美国人就有了出来浪的资本。而且美国人呢对于自由的向往远远高于对政府的服从。美国人也好，欧洲人也罢，他们普遍地认为在家里接受强制隔离是无法接受的，是限制了他们的自由。在他们的眼里，个人的自由比天还大。这呢也就形成了现在的美国人那种有知识没文化、有学历没有觉悟的情况。他们只顾及自己的自由，而从来不顾及整个社会整个群体的自由。所以呢他们不顾疫情的严重，到处乱窜，把病毒带到千家万户，威胁更多人的生命。只要自己开心，哪管什么洪水滔天。当然美国人对疫情的这种态度，于老特也有一定的责任。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，老特对这种来势汹汹的疫情准备不足，判断失误。他认为无非就是一次大号的流感。据调查，美国每年流感都要死好几万人。所以呢普通老百姓刚开始真没把它当回事儿。其次呢，他们害怕经济出现崩溃，不敢实施严厉的封禁措施。老美呢不同于中国人，他们是吃光用光的月光族，他们有这种生活习惯，所以呢很多的美国家庭甚至拿不出400美元的应急金。所以呢他们也不敢采取严厉的封禁措施，那样呢美国的经济将会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。所以呢他们没有想到疫情比他们想象的大号流感要严重得多。而且呢美国社会和我们中国不同，东方人将生死别离看得很重，
很多时候在亲人去世之后，我们还有许多的纪念活动。但是呢，西方人他们把生死看得比较淡，认为这是自然规律，所以呢，当事不关己时，他们对新冠疫情完全无感。正是以上这种种种原因吧，才使美国的疫情虽然非常的严重，但是呢，相当一部分的美国人依然对疫情毫不重视，依然是该干啥就干啥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说到这儿呢，咱们再来说说中国的抗疫模式，应该引起全球的反思，应该让全球人来学习，但是呢，却很难在全球复制。正因为中国对疫情控制得好，所以中国的经济恢复增长的速度非常快，而美国呢，却在遭受第三波感染的困扰。中国在控制疫情方面做的真的是太好了。中国成功控制新冠疫情的经验值得全球的人来学习。今天呢，咱们这个小视频出现的景色呢，就是拉斯维加斯大道的景色。没来过拉斯维加斯的朋友呢，你们也是跟着我的镜头呢，在拉斯维加斯大道上转了一下。那咱们来过的朋友呢，也算是故地重游一下。今天的话题咱们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也感谢大家的点赞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，关注我，带您了解海外华人的真实生活。咱们下期再见，谢谢大家。